我生了5只狸猫，当场被打入冷宫。前10个生子的嫔妃都被诛了9族。我把猫塞进宫桶，扑通跪下，皇上，臣妾生的是宿便，打入冷宫。我狂喜磕头。后来才知道，皇帝不是人，那5只猫是我和他的孩子。绝嗣皇帝为了后继，有人寻遍天下好玉女聚于后宫侍寝，并昭告天下，谁最先诞下皇子，谁便是当今皇后。1年后，有10个嫔妃接连诞下皇子，但他们全都被株连9族，罪名是通奸。1月后，怀胎10月的我也生产了，可看着刚生下的孩子，我吓坏了。被判通奸的那些嫔妃生下来的起码是个人，可我孩子连人都不算，而是5只狸猫。给我接生的产婆当场吓晕了过去，只剩我的贴身丫鬟听琴瞪大双眼，不敢置信地看着我。娘娘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我也想知道啊。人怎么能生出猫呢？我狠狠掐了自己一把，无比希望这是一场梦，可是好痛，这不是梦，我完了。回想前10个嫔妃的死状，我躺在床上欲哭无泪。1年前，我和上百个好运女从5湖4海被带到了后宫。那日，皇上下旨说谁能为他诞下皇嗣，谁便是当朝皇后。于是后宫争斗开始了，所有嫔妃使出浑身解数，只为能顺利怀孕产子，吃药、针灸、拜佛，可一通方法用下来，大家的肚子都没有丝毫动静。直到1个月后，长相最不出众的柳贵人突然传出怀孕的消息，皇上大喜，封柳贵人为柳嫔，日日探望，恩宠备至。往后1个月，后宫又有9位嫔妃接连被诊出喜脉，我是最后一个侍寝的，而且是在皇上醉酒时，不慎走错了宫殿，迷迷糊糊仓促与我了事的。本以为我与怀孕无缘，却不曾想我也在下1个月被诊出了喜脉。就在一众孕妃都烧香拜佛，祈求自己能一胎得子时，柳嫔生了，是个皇子。所有人都以为皇后之位非她莫属，可皇上却当场将她和皇子就地诛杀，连9族都没放过。株连9族的理由是她与人通奸，她诞下的孩子也并非龙种。往后一个接一个的嫔妃接连生产，又一个接一个的因通奸之罪被株连9族。原本我还不懂皇上是怎么调查出来的，直到我生产才知道，皇上带着太医和侍卫亲自守在殿门口，只要孩子一出生，就会当场做滴血认亲。之前那10个嫔妃就是因为滴血认亲没过关，被当场斩杀了。虽然他们确确实实是为了当皇后，剑走偏锋，与人苟合来怀孕，可我没有啊，为什么我会生出5只狸猫？此刻，皇上与众人就守在我宫殿门外，透过窗纸，我甚至还能看到那些侍卫的刀，已经饥渴难耐，怎么办？那些嫔妃好歹还要做滴血认亲，我生下这几个毛茸茸的猫崽子，皇上看一眼不就直接把我们挫骨扬灰了？就在我心乱如麻之际，门外响起了皇上的质问，殿内为何突然没了动静？紧接着，皇上急匆匆带人朝殿门走来，眼看着皇上马上就要推开殿门，我慌极了，手忙脚乱抓起那几只乱爬的狸猫，塞进听琴怀里，压低声音吩咐：快把它们藏进宫桶里。听琴震惊地看了我一眼，身体比脑子更快反应过来，快速掀开角落的宫桶盖子，将5只狸猫一股脑丢了进去。刚盖上宫桶盖子，皇上推门而入，他看了眼地上吓晕的产婆，又看了看我空空荡荡的床榻，顿时眉头紧锁，沉声道：这是怎么回事？朕的皇儿呢？看着皇上那探究的眼神，我知道自己必须立刻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，否则下一秒就可能人头落地。我心脏狂跳，脑子飞速旋转，电光火石之间，我猛吸一口气，起身跪在皇上面前：皇上，臣妾对不起您啊。皇上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，声音更是森冷无比：爱妃倒是说说，你哪里对不起朕了？说话时，皇上身后的侍卫已经做好了拔刀的准备。我捂住肚子，脸上露出羞愧难当的表情，颤声道：皇上，臣妾方才拼死生下的不是皇子，他是一坨奇臭无比的巨大宿便，这才让产婆都熏晕了啊！殿内一片死寂，太医和侍卫都一脸不敢置信地看着我。皇上浓眉紧皱，眼神复杂地打量了一眼我的肚子，狐疑道：当初是哪位太医为你把的脉？我连忙道：是沈太医。皇上，臣妾初入宫时就与薛婉容不和，沈太医又与薛婉容有染，臣妾怀疑他就是故意误诊，想让臣妾犯下欺君之罪，都怪臣妾愚笨，听信了他的话，这些月整日滋补，才养的肚子鼓胀，方才疼痛难忍，不是要生，而是要拉呀。反正沈太医已经被处死了，死无对证，拿他当替罪羊最合适。不过皇上看了看角落处的宫桶，脸色铁青，所以朕方才在殿外等了这么久，是在等爱妃如厕。虽然很丢人，但我还是硬着头皮点头。臣妾也不知会闹出这么大的乌龙，惊扰圣驾，臣妾罪该万死。皇上眼神复杂难明的看了我一眼，而后对身后的太医命令道：魏太医，替沈贵妃把脉，看他所说是否属实。完了，老天爷，脸面和命，你是一个都不想给我留啊！在皇上威严的注视下，我视死如归的伸出手，感觉我的头已经不是自己的了。只见魏太医凝神静气的为我把脉，半晌后捋着胡须沉吟道：启禀皇上，贵妃娘娘的脉象确实有些奇特。皇上眉眼一挑：如何奇特？魏太医肃声道：娘娘脉象虽略显虚浮，但心跳极为有力，气血也并非产后常见的亏虚之兆，反倒颇有几分中气十足的感觉。如此看来，确实不像是一个产妇该有的脉象。我双眼放光的看着魏太医，恨不得跪下来给他磕2个响头。寻常产妇生个大胖小子，最少都得去半条命，可我不一样啊，生那5只小狸猫，加起来还没2两重，过程快得跟排便一样。要不是皇上在，我现在还能下地跑2圈。皇上听完，脸色更黑了，他大概想象了一下自己兴师动众等在门口，
结果等来一坨巨大宿便的场景，额角的青筋都跳了跳。他盯着我，大手一挥，沈飞混淆龙四，愚不可及，欺君罔上，丢尽皇家脸面。即日起，骗夺封号，打入冷宫，非诏不得出，打入冷宫。我迫不及待磕头，多谢皇上饶恕，臣妾领旨谢恩。成了，活下来了！劫后余生的狂喜冲昏了我的头脑，我马不停蹄，带着一脸懵逼的听琴，以及那个装着我孩子的公桶，连夜搬进了冷宫。虽然冷宫又破又旧，但我看着被放上床榻的那5只狸猫，只觉得这里是世外桃源，安全屋。听琴，快弄点米汤来！这些小东西怕是饿了。听琴快速端来了米汤，可不管我和听琴怎么喂，这几只猫崽子就是扭头不喝。看到它们窝成一团可怜兮兮的样子，听琴看着我欲言又止。娘娘，反正它们是你生的，不如你试试奶水，人给猫喂奶，这合理吗？算了，再怎么说都是我生下来的，总不能真让它们饿死吧。我试着挤出了一点奶水盛到碗中，结果这5只眼都没开的狸猫跟闻到了味一样，争抢着就朝碗里扑去。一碗奶水瞬间就被吃了个精光，不愧是我生的，在生命力跟我一样强。我一边继续挤奶喂奶，一边认真思索起了这件事。我这一生清清白白，唯一一次碰男人，就是给皇上侍寝那次。可为什么我会生出一堆猫崽子？我仔细回想怀孕前后的点点滴滴，饮食正常，接触过什么奇怪的东西没有。唯一特别的就是侍寝前，我在御花园角落喂过一只通体雪白的流浪猫，还分了半块点心给它。难道是那只猫来报恩，特意送了我5个猫孩子？正琢磨着，我听到了一道软软糯糯的声音：娘亲。我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，低头望去，顿时吓了一跳。刚刚还缩成一团抢奶喝的几只小猫咪，此刻变成了5个白白胖胖的小婴儿，我吓得手都颤了，碗猛地掉落在地。听琴更是尖叫了一声，直接窜到了我身后。娘娘，猫变成人了！我咽了咽口水，我看到了，刚才还毛茸茸的5只小猫仔，转眼竟然变成了5个白胖娃娃。此刻，他们5个正睁着乌溜溜的大眼睛望着我，奶声奶气的重复：娘亲，吃。老天爷，你在逗我吗？生了一堆猫崽子就算了，现在猫仔还变成了人。听琴，关门，快关门！我压低声音，几乎是扑到门口，手忙脚乱的把那扇破门拴死，然后深吸一口气，转过身，颤巍巍的走到床榻边，试探着伸出手，戳了戳最近那个娃娃的脸蛋，软软的，热热的，真活人。我不敢置信的再次询问：你们会说话？那个被我戳脸的娃娃用力点点小脑袋，小手一张：娘亲，抱抱。其他4个也立刻跟着哼哼唧唧，吃。妈呀！5只小猫仔不仅变成了人，还一出生就会说话，我这到底是生了个啥呀？震惊过后，一股莫名的母性涌了上来，管他是猫是妖还是人，现在都是我沈清霜的孩子。我瞬间进入战斗状态，抱着他们开始轮流喂奶。或许是因为他们本性为猫，所以胃口并不大，没一会就把他们喂饱了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在冷宫里过上了手忙脚乱的奶妈生活。这5小只大部分时间都保持着乖巧可爱的正常婴儿状态，只有我偶尔凶他们感到害怕的时候才会变成狸猫形态。它们长得很快，几乎是一天一个样，短短半个月就能走能跳了。不过我严肃叮嘱过他们，不管什么情况，坚决不能跑出我们的宫殿。他们很乖，一直没出过任何差错。在冷宫内一片祥和之际，冷宫外，沈贵妃怀胎10月生宿便的壮举已经成为了天下笑柄，整个后宫更是处处充斥着对我的嘲笑。听说了吗？那位沈娘娘想怀孕想疯了，整整10个月，摸着一肚子的宿便喊皇儿，可不是吗？连产婆都被她熏晕了，听说脑子还受了刺激，连夜出宫，说自己以后再也不接生了。后宫的脸都被她丢尽了，现在全天下都知道后宫有个怀了10个月宿便的妃子。关键她被打入冷宫还疯疯癫癫，整日自言自语喊孩子呢。听琴每次听到都气得跺脚，我却左耳进右耳出，他们懂个屁！老娘我有5个会变形会说话的，虽然不知道咋来的，但智商一看就碾压你们那些只会流口水的正常人类幼崽。我甚至开始觉得因祸得福了，不用争宠，不用勾心斗角，虽然清贫，但守着我的5个大秘密，这小日子也算是美滋滋了。当然，唯一不好的是冷宫生活条件太差，又冷又破就算了，连吃食都十分短缺。5个娃娃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那点生冷的饭菜塞牙缝都不够。这天夜里，我正对着空米缸发愁，一转身发现床上空空如也，5个娃娃全不见了，我吓得魂飞魄散，连忙和听琴分头在冷宫里外疯找。这黑灯瞎火的，他们跑哪儿去了？万一被人发现，那我们就都完了啊！就在我急得快要哭出来时，殿内墙角阴影处传来 Kind Tim 的声音，紧接着5个小屁孩吭哧吭哧的挪了出来。阿玉和阿恒抬着一个食盒，里面是精致的点心和冒着热气的肉羹。阿云和阿西合力拖着一小布袋，袋口敞开，里面是白花花的米粒。明儿则紧紧抱着一个精致木盒，木盒里面放着一个四四方方、雕龙画凤的玉块。我拿近一看，瞬间吓软了腿，这不是传国玉玺吗？这是你们从哪弄来的？我指着那玉玺，手指发颤，声音发抖。宁儿挺起小胸脯，一脸求表扬的样子。娘亲饿，我们去给娘亲找吃的。这个亮晶晶的石头好看，给娘亲玩。我眼前一黑，玩这玩意儿是能拿着玩的吗？这是要诛九族的啊！就在这时，门外的听琴连滚带爬的冲进来。娘娘，不好了！听说传国玉玺被盗，皇上正带着人在各宫搜查。此刻，皇上他们已经搜到冷宫门口来了。什么？要是让皇上看到这5个猫孩子和传国玉玺，那我们就都完了啊！砰！
不等我行动，冷宫那扇破门被人狠狠踹开。紧接着，皇上带着大批御前侍卫走了进来。皇上来得又快又仓促，根本不给我任何反应的时间，他就已经站在了我面前。月光下，皇上浑身充斥着凛冽寒气，他身后是一片举着火把的带刀侍卫，炽热的火光将破败的冷宫照得亮如白昼。皇上神色阴沉地扫过院内，目光先是落在那装着精致点心的食盒上，然后又扫过那袋明显不属于冷宫份例的玉米，最后他死死望着地上的传国玉玺，脸色顿时更黑了。空气凝固，众人屏息，我腿一软，直接跪了下来。听琴更是吓得脸色惨白，匍匐在地。完了，人赃并获，这次是真的要掉脑袋了。沈清霜，皇上一边喊着我名字，一边缓缓朝我走来。你告诉朕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朕的传国玉玺为何会在你这里？我慌极了，下意识想担下一切罪名，为我的5个孩子求情。可转头一看，他们5个已经变成了5只小狸猫，悄无声息地缩进了角落杂物堆里，抱团发抖。还好他们还知道害怕，我松了口气。电光火石间，干脆带着哭腔嚎叫了起来。皇上明鉴！臣妾也不知道啊，臣妾方才睡下，就听到外面有动静，出来一看，这些东西就放在院子里了，定是那偷玉玺的贼人知道宫中搜查严密，故意将赃物丢到冷宫，想蒙混过关，或者栽赃陷害臣妾啊！皇上，我一边说一边砰砰磕头，尽量表现得足够虔诚。皇上还没开口，他身边一个娇滴滴的声音就响了起来：哟，沈妹妹这谎话编的可真是漏洞百出呢。说话之人是最近恩宠正盛的薛婉容，她父亲是当朝宰相薛崇，在后宫他的地位举足轻重，之前有几个受宠的贵妃因为跟他发生过摩擦，最后封的封，死的死。我虽然身居冷宫，但都能听到传言说未来的皇后之位非他莫属，谁要得罪了他，谁就等于被判了死刑。我看了他一眼，没敢轻易说话。薛婉容则继续道：谁不知道冷宫偏僻荒凉，贼人不往别处跑，偏偏往你这儿跑，还给你送吃的送米，胆敢当众撒如此弥天大谎，你当皇上是3岁孩童好糊弄吗？说着，他看向皇上，添油加醋：皇上，依臣妾看，定是这沈氏被打入冷宫，心怀怨恨，所以才偷盗玉玺，此人罪不可赦，应当立即处死，以正宫规。我真服了，我一个冷宫废妃哪得罪他了？他争宠就争宠，为什么要把我这个毫无威胁力的小人物往死里搞啊？听到薛婉容的话，皇上的脸色更加阴沉了，看我的眼神如同在看一个死人，我浑身冰凉，如坠冰窟，这次恐怕是在劫难逃了。就在皇上即将发话时，角落处几只小毛团突然呜呜唧唧地爬到了皇上脚边，不停地用那肥肥圆圆的小毛脸蹭他的脚。看着那5只小毛团喵呜喵呜地蹭着皇上那绣着金龙的靴面，我人都傻了，他们怎么敢的呀？哪来的野猫？薛婉容吓得尖叫一声，猛地后退，仿佛看到了什么洪水猛兽，尖利地指着他们：脏死了，定是这冷宫不干净招来的秽物，快把他们打死，别脏了皇上的龙袍。他身后的宫女太监闻言就要上前，不要！我惊叫一声，连滚带爬地扑过去，一把将5只小狸猫紧紧护在身下，对着皇上惊恐祈求：求皇上开恩，他们只是几只无家可归的小猫，是臣妾养在冷宫解闷的，他们什么都不知道，求求您饶了他们吧，要杀要剐，臣妾一人承担。我把脸埋在小猫们温暖柔软的毛发里，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。完了，这下不仅我要死，我的崽们也保不住了。然而预想中的呵斥和抓捕并没有到来，一片死寂中，我只听到皇上极轻地叹了口气，然后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动作，他缓缓蹲下了身子，用那双执掌生杀大权的手轻轻地摸了摸我怀里几只小猫的脑袋，他的动作缓慢，甚至还带着一丝温柔。我僵着脖子，偷偷抬起眼皮，火光照耀下，我好似看到皇上那双总是冰封着的眸子里，此刻竟然闪过一丝慈爱。是我吓出幻觉了吗？在我震惊时，皇上先是揉了揉妮儿的小脑袋，然后又用手指挠了挠其他几只小猫的下巴，那动作熟练而享受。半晌，他才站起身，对上我惊愕的双眼，淡淡的问：你喜欢猫？我脑子还是懵的，但还是本能地点头。对，何止是喜欢，它们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啊！皇上听到我的回答，皇上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那眼神复杂的我完全看不懂，他没再说什么，弯腰捡起了传国玉玺，随手递给旁边的太监：此事朕自有决断。说完，他直接转身，带着一众神色各异的侍卫离开了冷宫，而薛婉容则脸色铁青地瞪了我一眼，便气冲冲紧随皇上身后离开，直到他们的身影彻底消失在夜色中，我才瘫软在地，后怕的浑身骨头缝都在发抖。这一夜，我是抱着5只小猫仔睡的，一刻也不敢松手。皇上的态度太诡异了，他一向威严，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。听说曾经有个太监在给皇上研墨时，只是不小心将一滴墨水沾到了玉玺上，都被皇上当场五马分尸了。偷窃传国玉玺事关重大，甚至关乎国家命脉啊！为什么他会是这种态度？不仅不追究玉玺，不杀我，甚至还摸了我的猫，这到底是暴风雨前的宁静，还是别有他意？我突然想到了皇上临走前说了句：此事朕自有决断。难道不是不报，而是时候未到？不行，太危险了，这皇宫就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，我的5个宝贝疙瘩绝对不能待在这里了，得想办法把他们送出去。第二天，我正想怎么才能将我的5个小家伙送出去，薛婉容带着一群膀大腰圆的嬷嬷和太监，气势汹汹地找上门了。薛婉容明显是有备而来，她身后几个嬷嬷手里拿着麻袋和棍棒，眼神凶狠，一看就不怀好意。进门后，薛婉容趾高气扬地看着我，逆道：沈清霜，本宫昨日见你这冷宫的几只小猫还算伶俐，决定带回去亲自抚养，快把那些猫带出来，迎接这天大的福气。
后宫谁不知道薛婉容最厌恶小猫小狗？曾几何时，有位嫔妃的宠物狗只是不小心碰到了薛婉容，就被薛婉容当场剥皮抽筋了。她哪里是想养猫，分明是看皇上对猫有点兴趣，她想把我的猫崽子们抓去当争宠的工具。要是我的猫真落到她手里，还能有好下场，怕是她一个不顺心，我的猫崽子就会被随意丢弃，甚至打死。我当即认真道：贵妃娘娘，那些猫一直在冷宫生活，沾染了不少恶习，跟随贵妃娘娘，怕是会毛手毛脚，惹您不愉快。娘娘若是喜爱小猫，大可以去寻一些更乖巧可爱的幼猫，切勿让这冷宫之物脏了您的手啊。薛婉容眉头一皱，放肆，本宫做事还需要你一个冷宫废妃来指手画脚？来人，抓猫！一声令下，两个膀大腰圆的嬷嬷拿着麻袋就要冲进屋内，我上前阻拦，被他们狠狠推开。他们力气极大，我被推倒磕到了碎石，膝盖渗血，钻心地疼。见我被欺负，正在屋内吃早饭的5只猫仔飞速冲了出来，阿玉和阿恒更是瞬间炸毛，直接冲过去要咬那2个嬷嬷的裤脚。阿云、阿西和宁儿也紧跟着冲了过去，还敢咬人！薛婉容冷哼一声，把那2只咬人的畜生打死，另外3只带回去好生调教。遵命。被咬的嬷嬷得令，抬起脚就要朝我的阿玉和阿恒踹过去。不要！我吓得魂飞魄散，也不知哪来的力气，猛地扑过去，用整个身体护住孩子们，后背结结实实挨了那嬷嬷一脚，疼得我眼前发黑。还敢坏我好事，给我狠狠教训这个疯女人！再把猫抓起来！薛婉容站在一旁，冷笑着下令。下一刻，更多的嬷嬷和太监围了上来，拳头、脚、指甲如同雨点般落在我身上，我浑身上下都钻心地疼，但还是死死蜷缩着身体，把我的猫崽子牢牢护在怀里。娘娘，放开我们娘娘！听琴哭喊着想冲过来帮忙，却被2个太监死死按住。喵呜！小猫们也都在我怀里发出着急又愤怒的呜咽声，好似下一秒就要冲出我的怀抱去找薛婉容拼个你死我活。我趴在地上，用只有他们才能听到的声音虚弱道：别动！还记得昨晚你们答应了娘亲什么吗？昨天的事让我感到一阵后怕，所以我特意千叮万嘱，让他们无论什么情况下，只要有外人在，都不可以轻易说话，更不要变成人形。想起我们之间的约定，他们强忍着冲动，在我怀里呜咽落泪。这几个嬷嬷太监下手非常狠，没几下我就感觉浑身剧痛，好似全身的骨头都要散架了。但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，死也不能松手，我的孩子谁也不能抢走。就在我被打的意识开始模糊，觉得快要撑不住的时候，一道身影破门而入，都给镇住手。皇上来了！听到声音，那些落在我身上的拳脚瞬间停了。我艰难地抬起头，透过肿胀的眼缝，看到皇上脸色铁青地站在门口。此刻，他周身散发出的寒气比昨夜更甚百倍。他的目光缓缓扫过现场，先是看了看被打得狼狈不堪的我，又看了看被我死死护在怀里的小猫，最终那冷厉的眼眸定格在了薛婉容和那些凶神恶煞的嬷嬷太监身上，冷冷开口：薛婉容，你不在长春宫待着，带着一群下人来冷宫大打出手，所谓何事？皇上声音平静，语气里听不出丝毫情绪。薛婉容显然没想到皇上会突然出现在这里，连忙心虚地撒娇道：皇上，臣妾是看那几只小猫在冷宫可怜，特意过来想将它们接到我宫中好生饲养，结果沈妹妹却百般阻拦，还先动手伤人，臣妾的人才忍无可忍，教教她规矩。皇上深深看了她一眼，并未回话，而是一步步朝我走近。他站在我面前，沉默了片刻，然后缓缓蹲下身子。我以为他是想看看猫有没有受伤，下意识想起身，可还不等我动弹，他的手却落到了我的脸上，我浑身一颤，他却动作轻柔地拂开我粘在额前混着血和汗的乱发，他的指尖温热，动作带着一种我从未想过的温柔。疼吗？他口中吐出的温热气息洒在我耳旁，让我感觉浑身都暖酥酥的。我愣愣地看着他，鬼使神差地点了点头。皇上眉头微皱，当场将我横抱而起。我被他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。皇上，我下意识地挣扎，他抱着我的手臂却加大了力度。别动！那稳如磐石的手将我紧紧搂在怀中，让我动弹不得。看到这一幕，现场其他人都被惊呆了，就连听琴都瞪大双眼，像是看到了鬼一样。别说他们，我也完全搞不懂现在这是什么情况啊！别说我现在是个臭名昭著、被打入冷宫的废妃，就算是之前，我也是后宫中最不受皇上宠爱的妃子啊！要不是皇上醉酒走错了宫殿，说不定我到现在都还没侍寝呢。怎么突然之间，皇上就对我如此看重了？在众人的震惊注视下，皇上目光冷冽地发话：薛婉容御下不言，纵奴行凶，冲撞宫眷，即日起禁足长春宫，无朕旨意，不得踏出宫门半步。薛婉容不敢置信地抬头，脸色惨白。皇上冤枉啊！是沈清霜挑衅在先，朕亲眼所见，你还敢狡辩？皇上打断他，眼神锐利如刀。方才所有参与动手的宫人，全部拉出去，斩了！一声令下，刚才还凶神恶煞的嬷嬷和太监们顿时跪地求饶。皇上饶命啊！在一阵哭嚎中，他们被御前侍卫毫不留情地拖了下去。薛婉容还想再说什么，但皇上却不再看他，他抱着我，对脚边的5只小猫柔声道：跟朕来。就这样，皇上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抱着狼狈不堪的我，身后跟着5只小狸猫，一步步走出了破败的冷宫。我被皇上抱着带回了我曾经居住的依兰殿，殿内一切如旧，仿佛我从未离开过。将我小心翼翼放在柔软的床榻上后，皇上第一时间传太医为我诊治。太医给我开了几味药，听琴正打算给我敷药，却被皇上拦住了。朕亲自来。不等我开口，
皇上那双定人生死的手便已经温柔地抚上了我的伤口处，他的动作很轻柔，好似是在对待他尤为爱惜的珍宝。这般宠爱让我有些受宠若惊，更感觉浑身不自在。皇上，臣妾自己来就好。我说着，想要避开，他却摁住我的肩膀，别动。他一边替我敷药，一边轻吹我的伤口，目光里满是柔情。对不起，是朕来晚了。我怔怔地看着他，完全不明白这突如其来的温柔所为何来。待伤口处理完毕，皇上当众宣布道：传朕旨意，即日起恢复沈氏贵妃之位，仍居依兰殿。我不敢置信地看着他，皇上，为什么？臣妾不明白，我不懂。现在的我比入宫之时还要不堪，当初皇上就没看上我，为何现在会突然对我这般特殊照顾？皇上深深地看着我，眼底情绪翻涌，最终却只道：3日后太后寿辰，你务必出席。说完，他拂袖离去，只留我躺在榻上，一头雾水。听琴愣了好一会，才一脸不解地上前问我：娘娘，皇上这是怎么了？先是赦免了咱们偷窃玉玺之罪，现在又亲自将咱们从冷宫带回了依兰殿，而且奴婢听闻薛婉容才是他心中所爱呀，为何他会为了您禁足薛婉容，还斩了他的下人？我摇了摇头，军心难测呀。虽然不知道皇上到底为什么突然变成了这样，但现在我好歹也算是有圣宠在身的人了，尤其是听说备受宠爱的薛婉容都因为得罪了我而被皇上责罚，之前那些嘲笑讽刺我的嫔妃们纷纷带着厚礼前来巴结讨好我，一个个姐姐姐姐地叫着，好生亲密。那些曾在冷宫克扣我膳食的宫女太监更是心惊胆战，生怕我去找他们麻烦，但我可没这么无聊。风光一时不代表能风光一世，凡事留一线，日后落魄时踩自己的人才不会太多。重回依兰殿后，皇上给我安排了很多的下人伺候，但我都以养伤需要清静为由，将那些工人遣了出去，只留听琴在身边照料。毕竟我的5个小家伙可见不得人，只有退去旁人，他们才能自在活动，有了充足的吃食和温暖的宫殿。5个小猫仔在依兰殿过得十分快活，整日追跑打闹，让我和听琴看得忍俊不禁。3日后，太后寿宴，我仔细叮嘱5个小家伙乖乖待在殿内，不要乱跑，这才带着听琴前往太和殿。太和殿内张灯结彩，宾客云集，皇室宗亲、文武百官齐聚一堂，觥筹交错，好不热闹。我刚进场，正准备随便找个座位坐，皇上却看向我，拍了拍他身旁特意空着的主位，沈爱妃，来坐朕旁边。全场震惊，所有目光朝我望来，与皇上同坐，这可是皇后才有的殊荣。一时间，议论之声四下而起。看来传闻所言非虚啊！曾经沦为天下笑柄的沈贵妃，竟当真中的圣宠了。也不知这沈贵妃究竟是使了什么法子，竟然能在短短几日内，直接从冷宫废妃的地位攀升到如此高位。是啊，听说皇上这几日对她关心至极，成箱的金银珠宝、美食点心往她宫中送，现在还直接让她在太后寿辰上做凤座。看来这将来的皇后之位，非她莫属了啊！在那一阵阵的议论声中，我缓缓坐上凤位，曾经瞧不起我的人，如今都对我恭敬至极，对上那一双双羡慕嫉妒的眼神，我却总感觉如坐针毡，内心十分不安。不用紧张，有朕在。皇上看向我，将我冒着冷汗的手紧紧攥在他掌心，那温热的触感以及轻柔的安抚，让我不由自主心安了不少。寿宴热闹非凡，不少人献艺后，本该被禁足的薛婉容却突然盛装出现，参见皇上。皇上脸色阴沉，声音冷厉道：朕不是让你非召不得出长春宫吗？你来做什么？薛婉容恭敬一拜，直言道：皇上，今日是太后寿辰，臣妾特意为太后娘娘准备了一份寿礼，臣妾可以保证，这份寿礼必定能让您和太后娘娘大开眼界。皇上面上不语，太后却明显来了兴趣。哦，何等寿礼竟有如此奇效，快让哀家看看。薛婉容得意地瞥了我一眼，拍了拍手，来人，带上来。话落，几个太监抬着一个大箱子走了进来，在众人期待的注视下，箱子被缓缓打开，看到箱子里的东西后，我蹭地一下站起身，忍不住浑身发抖，里面装着的竟然是我的5个孩子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此刻我的5个孩子都化成了人形，他们被绳子一一捆绑着，每个人的嘴里塞着布团，身上也布满了深深浅浅的伤痕。全场哗然，太后更是皱眉冷声道：薛婉容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为何要绑5个孩童来到哀家的寿辰之上？难道这就是你说的能让哀家大开眼界之物？薛婉容得逞一笑，指着我，声音尖锐道：太后娘娘有所不知，这5个孩子是沈清霜与人通奸生下的野种，臣妾费尽心思才将他们擒获。这个沈清霜欺君甚久啊，臣妾实在是不忍您和皇上再被蒙在鼓里，所以才特意冒着杀头的罪将人带了过来。闻言，太后看向我，皱眉质问道：沈贵妃，薛婉容所言属实。我看了看箱子里浑身是伤的孩子，当即跪倒在地，连连祈求，求皇上太后开恩，千错万错都是臣妾的错，求你们放过孩子们，要杀就杀臣妾一人。我的认罪无疑是承认了一切。全场大惊，台下议论纷纷。天哪，这5个孩子竟当真是他的，看起来都挺大了，难道他一入宫就与人通奸了？看他把这几个野种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，真是丢尽皇室颜面啊！之前那些通奸的妃嫔可都死得一个比一个惨啊，他这一口气生了5个，怕是要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了。在一片惊叹声中，宰相薛崇起身附和：皇上，太后娘娘，后宫竟藏匿孽种，简直丢尽皇家颜面，臣恳请皇上立即处死这些野种，将沈贵妃株连9族。皇上无视薛崇，缓缓起身走到我面前，挑起我的下巴，深深地望着我：你当真与人通奸？他的声音低沉，眼中竟透着一丝黯然。我含泪摇头，
没有，臣妾只有过皇上一人。他双眼微眯，声音低沉道：那这些孩子是哪来的？我顿了2秒，如实回答：是臣妾怀胎10月生下的。皇上一愣，正想继续问，就在这时，一个侍卫突然连滚带爬的冲进来，神色慌张的通报：皇上，不好了，宁王造反，已经杀进皇宫了。话音未落，一身戎装的宁王萧景环已经带着大批兵马冲进太和殿。一进来，萧景环便拔剑直指皇上：皇上，你登基多年却无一子嗣，如何配登上这皇位宝座？如何服众？如何传承江山？今日你若主动退位，本王或可留你全尸。皇上冷笑：就凭你，未免也太低估了。话落，皇上当场拔出身旁侍卫的佩刀，与萧景环较量了起来，战斗一触即发，双方兵马在太和殿战得如火如荼。趁现场一片混乱，我快速起身直奔那个大箱子，快速给我的孩子们解绑。然而就在我松完绑，准备带着我的孩子们逃离现场时，薛婉容却突然手持长剑朝我们冲了过来。贱人，还想抢本宫的皇后之位，去死吧！眼看着长剑已经近在咫尺，我来不及闪躲，只能快速将孩子们紧紧护在怀里，用肉身挡剑。娘亲！长剑刺入胸膛的一瞬间，我看到我的孩子们全部变成了一只只炸毛的小猫，疯了般朝着薛婉容撕咬而去。我想阻拦他们，可剧痛袭来，我控制不住，当场倒地。耳边是一道道混乱的惊呼声：娘娘啊，妖怪啊！原来你们这5只臭野猫就是那5个孩子，快松开本宫！护驾！护驾！现场乱作一团，我好想再起来继续保护我的孩子，可我实在没力气了。也不知是不是幻觉，在我昏迷前的最后1秒，我竟然看到皇上面色焦急而担忧地朝我飞奔而来。再次醒来，我又躺在了依兰殿的床榻上，身上的痛感减轻了不少。我想起身寻找我的孩子，可刚起来便看到我的床边躺着一只通体雪白的猫。这猫不就是我侍寝前在御花园喂养的流浪猫？你个死猫，就是你害了我，对不对？那5个孩子是你搞的鬼，对不对？我气不打一处来，顿时起身，对着这只白猫的屁股就是一顿抽。你知不知道你把我害惨了？我明明就没通奸，却偏偏生了一堆小猫崽。我好好的一个产妇，为了活命，只能对外宣称我拉了坨大的，我一世清白都被你毁了啊！为了保住那几只小猫，我成为废妃，被打入冷宫，成天提心吊胆，好几次都差点被杀头。我知道你想报答我的喂养之恩，可你好歹问问我的意见啊！快说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搞的鬼？怎么就让我一个好端端的人生了一堆猫？那白猫可怜兮兮的看着我，片刻才开口：不就是你侍寝那晚？我更急了，你疯了！侍寝那晚，不对啊，这白猫的声音怎么这么耳熟？就在这时，我的几只小猫崽子飞奔着扑了过来。娘亲，你醒啦！娘亲，父王好厉害，他打跑了坏人，还救了你。父王！正当我一脸不解时，刚刚被我打屁股的白猫突然摇身一变，变成了皇上。不是，这什么玩意？皇上！我看了看自己刚刚暴打猫屁股的手，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。皇上羞愧难当的看了看我，现在你知道了。天哪，原来皇上就是那只白猫，所以我才会生下一堆小猫崽。那我这段时间受的苦算什么？算我倒霉吗？皇上看着我，认真道：青霜，你还记得7年前你在江南救过一只猫吗？我怔住，那段记忆浮上心头。那时我年纪尚小，在江南老宅居住，一日在雨中救了一只受伤的猫，精心照料它直至痊愈。那只猫就是朕。皇上温柔地看着我，继续道：朕本是灵猫一族，因族中变故流落人间，那日受伤，幸得你相救，才保下一命。我震惊得说不出话来。回到族中后，朕始终忘不了你。听闻凡人以皇帝为尊，朕便想尽办法夺得了皇位，然后寻找你的下落。当时朕只知道你是个好运女，其他信息全无，只好广招天下好运女入宫。朕与凡人难以有孕，所以从未临幸其他妃嫔。那10个被处死的妃嫔，确实都与人通奸。朕不过是借机清理门户。我看着他，不解道：既然你已经找到了我，那你为何一直不召见我？皇上苦笑：近乡情怯，朕既想相认，又怕唐突了你。直到那日，朕忍不住化作原形，想去偷偷看你，结果在御花园被你遇见，还为了朕点心。那一刻朕便知道，不能再等了。我有些惊愕，所以那晚你醉酒走错宫殿时，皇上轻笑，脸颊微红，是朕故意的，借酒壮胆罢了。因为朕一直认为自己不能令凡人有孕，所以得知你怀孕的消息，朕还偷偷难过了好久。后来想着，算了吧，就算是别人的孩子，朕也替你养。后来朕之所以将你打入冷宫，其实是因为灵猫一族中有人与凡人勾结，派人混入了后宫。因为当时不清楚他们的目的，朕也不能时时刻刻流连后宫，所以只能用这种方法保护你的安全。薛婉容就是灵猫一族派来抢夺皇位的人，她已经被朕处死了。你放心，日后没人能伤害你和孩子们。真相大白，我觉得好笑又感动，完全没想到这一切竟然如此戏剧，更没想到皇上竟然对我用情至深。3日后，皇上昭告天下，立我为后，5只小猫也被正式册封为皇子公主。阿玉封为大皇子萧玉，阿恒封为2皇子萧坑，阿云封为3皇子萧云，阿西封为4皇子萧西，宁儿封为5公主萧宁。薛婉容与其父薛崇因勾结灵猫一族，被斩首示众。宁王萧景环谋反，被凌迟处死。太后整日抱着可爱的孙儿孙女，笑得合不拢嘴。夕阳西下，萧景琰搂着我站在城楼上，看着万里江山。青霜，谢谢你。他紧握住我的手，轻声道：谢谢你当年救了朕，谢谢为朕生下这么可爱的孩子。我靠在他温暖的怀中，
回头看着孩子们欢快嬉闹的身影，只觉得一切恍然如梦。从冷宫废妃到一国之后，从生下素便到诞下龙嗣，这一路走来跌宕起伏，终得圆满。谨言，若臣妾那日没有救你，会不会就没有后来的故事了？萧谨言低头吻了吻我的发顶，好看的猫眼在夕阳下闪着温柔的光。缘分天定，朕相信，即使重来千次万次，朕也一定会与你相守终生。全文完。